大家好，又嚟到紐西蘭猛料啊！咁跟住呢，我哋有呢一個嘅兒童遊戲沙喺小學同埋幼稚園入邊啊，發現咗致癌物質石棉啊！咁跟住我哋有呢一個嘅斯里蘭卡籍嘅安老院嘅護理人員呢，性侵入邊嘅長者啊！跟住我哋有南島呢，有呢一個嘅風暴啦、大雪啦同埋水浸啊！咁跟住呢，我哋有呢一個嘅奧克蘭嘅土地發展呢，出現咗一個嘅爭議啊！第一單我哋有紐西蘭兒童遊戲沙爆出含有石棉，小朋友或者已經吸入咗致癌物質。最新測試發現，去年被回收嘅彩色遊戲沙 Play-Sand 含有石棉，空氣樣本中已測試到有石棉纖維，意味在大量喺學校或者幼稚園玩沙嘅小朋友呢，可能已經吸入咗入肺部啊！情況咧真係令人憂慮嘅。事件咧源於去年年底咧，當局因懷疑石棉感染，回收咗幾百包嘅遊戲沙，咁影響咗好多間嘅小學啦同埋幼稚園。最新嘅化驗報告已經出咗啦，咁立即引起咗政府高度關注，相關嘅部長同埋官員已經緊急召開會議啦，討論緊跟住落嚟應該點搞啊！其實石棉喺紐西蘭好出名嘅，因為我哋以前啲屋嗰啲天花板就用石棉做啊，咁後尾就發現係致癌物質，咁其實人人都知嘅。咁長期反覆暴露係可以引致嘅嚴重肺部嘅疾病。雖然事涉嘅產品已經回收咯，但家長同埋學校對孩子嘅健康超級擔心嘅。咁我哋啲做家長跟住真係要及實啦。究竟我哋啲孩子玩緊嗰啲沙，究竟係咪有致癌物質啦？又或者可以聯絡翻你嘅學校問下究竟而家學校有冇用緊咩環境？咁都得個知字係咪先？下一單新聞就係紐西蘭基督城某一間嘅安老院發生咗一宗強姦案啊！一名長者嘅護理院嘅工作人員，31歲斯里蘭卡籍嘅工作人員就被裁定強姦一名年老嘅女院友，以及2項非法性接觸嘅罪成嘅。咁據述呢個男子唔係一個合格嘅註冊嘅護士啦，但係卻假扮進行一個醫療嘅檢查就趁機性侵呢個受害人嘅。法官 Jane Farage 裁判佢監禁10年零6個月啦。強調2名受害者身體同埋精神都十分之脆弱，事件對佢哋同佢嘅家人造成好大嘅傷害。被告否認認罪，冇悔意，服刑1/3之後就會被遣返斯里蘭卡。咁大家睇國際新聞其實呢一啲嘅護老院嘅性侵或者虐待案其實喺美國啊、加拿大啊、澳洲啊、紐西蘭都唔係話冇發生嘅，係成日都發生嘅。咁大家又要注意翻呢啲事情啦嚇。咁呢一個案件再次提醒我哋嘅社會啦。咁長者嘅護理嘅機構係必須大幅加強員工背景嘅審查啦、日常嘅監管啦，同埋安裝呢一個監察嘅設備啦，咁確保我哋最脆弱嘅老友記係受到真正嘅保護啊！下一單我哋有紐西蘭南島近日受強烈嘅冬季暴風嘅襲擊啦，咁帶來持續嘅暴雨啦、水浸啦，同埋大雪啦，多個地區天氣情況係極端同埋嚴峻嘅，咁部分地方喺短短24小時內降雨量達到2個月正常嘅水平啊！咁 Waitaki 嘅 district 就正式宣布進入呢個緊急狀態啊，多間屋係嘅居民被逼係要疏散嘅。咁呢一位嘅 Oamaru 嘅居民就透露啊，佢凌晨就俾佢隻貓不停咁叫醒啊，咁原來發現整個嘅屋企同埋佢個2架車都浸滿晒水啦，咁呢架車可能就會報銷啦，咁嚟到 Dunedin 啦，咁亦出現大範圍嘅水浸啦，數十條嘅道路係需要封閉啦，而內陸嘅多條嘅國道因為嚴重嘅大雪啊同埋路面結冰啊，要暫停去使用嘅。咁樣嘅情況底下啦，咁嚴重影響到我哋當地人嘅生活啦、交通啦。咁喺報道中指出今次嘅冬季風暴嘅威力強勁啊，咁當局正全力去應付災情同埋進行善後工作。咁南島嘅居民就要切勿留意
當地嘅天氣嘅預報啦，咁啊做好呢一個防災嘅準備啊，咁啊 stay safe。下一單我哋有紐西蘭 Uber 司機性侵乘客罪成，判處5個月家居監禁。喺2026年7月3日，呢個33歲嘅 Uber 印度籍嘅司機 Jasprit Singh 喺奧克蘭地區法院被審判，被判刑。佢被裁定4項非禮罪罪成。喺2004年7月14日嘅凌晨，一名22歲嘅女子女乘客，現年係24歲，心情低落，喺 Grayling 叫咗架車去 Mount Eden， 原本只需4分鐘嘅短途車程，竟變成一個僵夢。被告強迫女乘客坐喺前面嘅車位，鎖上車門，仲伸手摸佢嘅大髀，強吻佢多次無視拒絕，並企圖改變路線。到達目的地，仍再次侵犯呢一個嘅受害人。受害人極度驚恐，案件2次審訊，終於喺2026年5月將被告定罪。法官裁判被告5個月嘅家居監禁，並賠償受害人1萬紐紙嘅精神賠償。咁法官指呢事件呢對受害人呢造成嚴重嘅心理創傷啦，但考慮到被告呢冇案底，工作勤奮，同埋呢再次犯嘅機會呢就低，就視為單一事件。咁大家又覺得呢啲係咪單一嘅事件呢？我就覺得唔係啦。嗱，咁我都提醒大家啦，如果用 Uber 嘅時候呢，你就特別呢要留意翻你深夜你自己一個人啦，咁啊提高警覺啦。如果你覺得有啲咩不對勁嘅話呢，你其實可以隨時呢取消你個 order 呢，同埋嗱臨呢就走人噶啦。跟住呢就向個 app 呢舉報呢個司機啦。最緊要你自己嘅安全永遠係最重要。下單新聞呢，我哋有奧克蘭市中心呢一副地皮呢最新嘅銷售計劃呢，引起附近嘅居民呢強烈關注。咁就係位於呢 The Cap 嘅公寓呢嘅旁邊呢個 Grace Avenue， 一副呢約2829平方米嘅地皮啦。咁正被市場呢推廣興建最多704個學生嘅單位啊。但係呢 The Cap 呢本身呢係由舊嘅 IRD 稅務局呢大樓翻新呢而成嘅。喺2022年呢，及完成呢一個轉型成為呢一個嘅豪華公寓。咁原本呢一塊地皮呢已經係獲批發咗咧去發展酒店啦同埋公寓嘅，但最新嘅營銷咧卻突然間轉向學生呢一個宿舍，引起咧 The Cap 嘅公寓嘅業主咧不滿啊。咁一名咧居民咧就質疑啊，喂，原本咧批咗做酒店同公寓，點解突然間又可以轉做學生宿舍咧？咁樣。嗱，咁附近嘅居民就擔心啦，大量嘅學生啦入住咧會帶來噪音啦、管理嘅問題啦，同埋社區嘅影響啊。咁同原本咧高端嘅住宅同埋酒店嘅規劃咧，真係爭太遠啊！嗱，呢件事件咧又再次凸顯咧市中心嘅土地嘅發展咧中咧不同嘅用途之間咧嘅利益衝突啊！值得留意嘅就係 International Student 咧，目前咧為紐西蘭嘅經濟咧每年帶來紐幣咧大概有45億嘅貢獻嘅，咁係佔咧服務嘅出口咧大概有13.6%。咁政府咧仲計劃咧係到2034年咧將呢個數字啊耷住咁上72億啊。咁咧呢個顯示咧學生咧個住宿嘅需求同埋經濟咧個價值咧彼此咧都係非常之受重視嘅。咁啊，真係深感咧，真係同情啊！呢一個嘅高尚住宅 The Cap 嘅公寓啦，咁冇辦法啦，唔買都買咗啦。下次投資之前睇清楚先。嗱，今日我哋講住咁多先，我哋下個 video 再見，拜拜。